從一個人走進門坐下來，開口的前3秒，他的情緒、意圖、心理狀態，其實你早就看到了，只是以前你並沒有專注的觀察，沒有意識到而已。非語言權威 David Matsumoto 奧運裁判非語言顧問的名言：微表情是所有文化都難以偽裝的真相，也是共同的語言。而人類學家 Desmond Morris 是肢體語言研究的奠基者之一，他的名著有《人猿3部曲》《人類動物園》《親密行為》，探討人類在城市生活的天性，跟親密關係和肢體語言接觸的行為。今天我們就把科學跟本能結合在一起，跟大家分享。帶你觀察行為潛意識，就像是我們人類情緒的說明書。如果你有把這一集用心的看完，你可以很容易的分辨出人類基本的7大情緒反應。當微表情洩露的情緒，根據 David Matsumoto， 情緒是跨文化、跨語言的表達方式。微表情的反應快到連自己的大腦都來不及加工。例如，一位亞洲人、一位美洲人、一位歐洲人，哪怕是文化的不同，在同樣的情緒上，都会透露出相同的瞬間表情。這不是訓練跟學習而來的，而是我們天生的情緒反應。人類的臉上大約有43塊肌肉，可以組合成1萬多種微信號。我們都以為自己可以把情緒隱藏得很好，但通常會在0.04秒的微表情當中，把基本的7大情緒洩露出來。在驚訝的時候，眼睛會瞬間放大，表示提到了什麼新資訊，或是他有什麼秘密突然被你戳破。如果他嘴巴上說不知道或沒有，再加上連續的眨眼，那你可能對他的回答保持重新考慮。如果提到不喜歡或討厭的事，鼻子會瞬間的上皺一下。如果我們在聊天的時候，你突然提到某個人的名字，对方的鼻子瞬間皺一下，不用懷疑，你提到的人他可能不喜歡或是有意見。如果同时皺一下眉心，那可能你提到的人曾經給他有不好的感覺。人在憤怒的時候，眉頭會壓低，兩眼之間會變慘。我聽說過有抬頭紋的人都狠，但事實上應該這麼說，有明顯抬頭紋的人，第一是基因的關係，第二從小就對環境的變化比較敏感，常常抬頭警戒。這抬頭紋的反應常出現在談判中、情侶爭吵時。如果突然抬頭紋有變化，或是明顯的擠出抬頭紋，這表示他要提出反擊了。如果同時出現眉心的皺紋、川字紋，這很明顯的表示他已經決定好要做出更激烈的反擊。人在恐懼的時候，眉頭會上抬，眼睛間距會拉大，這是突然的恐懼，情緒強烈的失衡的訊號。最常出現在社交場合上，突然的情況，不知道該怎麼做，該怎麼處理的事情。人在開心喜悅的時候，眼角的肌肉會收緊，而不是嘴巴笑。很多人笑的時候，只有嘴巴在笑，但眼睛沒有笑，這種我們稱之為社交笑。這種情況最常出現在該給面子的時候，配合笑一下。真正開心的笑，眼角肌肉會一起牽動。這不管是跨種族或跨文化，都是一致的表情語言。當人真正悲傷的時候，眼角會上抬，眉尾會下壓。如果同時出現微微的顫抖，這不只是傷心，更是心碎的情緒。這是世界上最難偽裝的表情，就算是受過專業訓練的演員，也不一定能夠做得出來。輕視的表情，嘴角單側上揚，這是一種打從心裡貶低性的表情。也許對方帶着禮貌性的微笑，但是在0.04秒，他的內心世界已經透露出來了。以上我們所討論的微信號，當然也要配合當下的情境跟活動。如果你們當下的情境是在聊生活上有趣的事情，這又是另外一種解讀方式。動物跟心理學家 Desmond Morris 在他研究的著作《人類動物園》描述了行為本能的真相，而人類的高級行為是包裝，但本能行為才是真正的面目。因此衍生出網絡上有很多的用語，形容自己也形容別人。例如穿着西裝的動物，穿着衣服的蛇，穿着西裝的猴子，反正能用的形容詞都被用上。當我們把這些文明包裝都拆開以後，其實行為上跟動物一樣很成熟。在生活上，每個人都有行为的安全距離。你有沒有發現，
當你在車站等車的時候，有陌生人靠近你，你會自然的退一步，這時是你的潛意識在告訴你，你的安全距離被侵入，你感覺到不舒服或感到威脅。因為你的修養，你會禮貌性的先退一步。如果我們是侵入到黑猩猩或河馬的領地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可能只能請救援隊把你抬走，甚至直接吃洗。基本上人的親密距離是0到45公分，這只有我們信任的人才可以進來。在一般的社交場合，距離是45公分到120公分，社交距離是120公分到360公分。例如陌生人、職場、初次見面。如果以現代的文明，有人故意靠近你，那不是偶然，這可能是有意圖的靠近。如果一般的男性朋友或女性朋友一直找理由、找機會靠近你，這就是現代所衍生出來的行為 PUA， 叫挪近，也叫破圈。微動作是人類身體古老的訊息，文化可以教我們怎麼隱藏情緒，但是這些本能是藏不住的。例如揉脖子啊，這代表壓力、焦慮、自我安慰。動物可以找一個覺得安全的地方舔毛，而人會無意識的抬肩，用雙手抱自己。例如搓手指是期待、緊張，在大腦有計劃正在運行，這些都是下意識的本能訊號。跨文化語言跟人類的本能，我們把這2位大師 Morris 的人類本能和 Matsumoto 的科學研究結合起來，可以得到一個結論：人類的意圖、情緒、下意識都會在小而快的微表情跟肢體語言透露出來。所以有很多史詩級的電影，企編跟導演會把鏡頭的 focus 聚焦在微表情跟肢體語言上面。人類所有本質的心態只有2種：靠近或遠離，都是從這2種核心本能延伸出來的。在生活跟商業上，靠近等於從好感開始延伸到可信度到信任，而遠離則是反方向的延伸，直到完全劃清界限，也許連人連訊息都找不到。當我們找回人類的本能，能讀懂原始的溝通信號之後，最重要的並不是要去拆穿別人，而是找回學會觀察的能力。在人際溝通上，在商業上、生活上、情感上，能夠理解對方情緒的狀況，讓任何事情更順利、更圓滿。我們再找時間來分享討論兩性關係之間的肢體語言。喜歡你的人在行為上會發出什麼樣不自覺的訊號？我是月月，我們下次見。